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開除書甩在我臉上，他冷冷地說：“無能就滾。”部門40多人，竟無一人願替我出聲。我保持沉默，收拾好私人物品，轉身離開。推開家門，那位平時高不可攀的女總裁正彎下腰為我父親點燃香煙。父親笑着衝我招手：“快來，見見你的對象。”他錯愕地抬起頭，看清我時，手中的打火機啪嗒掉在了地上。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當那一疊文件重重甩過來時，我並沒有閃躲，鋒利的紙張邊緣擦過我的顴骨，留下一絲輕微的刺痛感。凌晨，女人端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後方，雙腿優雅地交疊，修長的手指輕輕敲擊着桌上的文件夾。進公司3年，你的業績始終排在倒數第一，季度總結報告被連續駁回6次。公司花錢僱傭你，到底圖個什麼？他名叫蘇芷清，今天是他走馬上任的第1天。整個公司早就傳開了，總部空降的新任首席執行官，行事風格雷厲風行，新官上任3把火，注定要開除幾個人立威。只是我沒有料到，第一個被開刀的竟然是我。辦公室的房門並沒有關緊，外面的走廊上隱隱約約圍着一圈人，有的悄悄探頭張望，有的假裝路過，目光卻全都往這個房間裡打探。孫凱就站在辦公室門口，雙手抱在胸前，嘴角微微上揚，完全是一副早看你不順眼，終於被收拾了的得意神態。他是市場部的總監，也是我的直接領導。這3年裡，我熬夜寫出的每一份策劃案，只要經過他的手，換個封面和名字，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他的工作成果。我負責的每一個核心項目，在客戶點名讚賞的時候，站在領獎台上，風光無限的人永遠是他。然而，在我的個人績效考核表上，卻始終寫着一句評價：工作能力嚴重不足，亟待提高。蘇總，關於這個人的情況，我早就向您匯報過了。孫凱立刻湊上前去，滿臉都寫着誠懇。您看看他的歷年績效，連續3年都是最低分，把他留下來簡直是浪費公司的崗位編制。蘇芷清冷冷地掃了一眼文件，隨手將其合上，直接推到我的面前，簽字然後離開。我靜靜地看着那份績效評估報告，上面標注的每一個最低分都是孫凱親手打上去的。如果我拒絕簽字呢？我反問道。蘇芷清微微抬起眼皮，冷漠地瞥了我一眼，那個眼神和看着一隻擋在路上的螞蟻沒有任何區別。沒有能力就趕緊走人，公司從來不養閒散人員。空氣瞬間安靜了3秒鐘，走廊裡有人倒吸了一口涼氣，緊接着迅速捂住了嘴巴。我清晰地聽到李強在外面壓低聲音嘟囔了一句：“我早就說過了吧，他遲早得捲鋪蓋走人。”好，我拿起簽字筆，利落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收拾東西僅僅花費了15分鐘，3年的時間，一個狹小的工位只需要一個小小的紙箱就能全部裝滿，幾盆快要枯萎的綠蘿，一個用舊了的保溫杯，還有2本工作筆記。當我抱着紙箱路過孫凱身邊時，他假惺惺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說道：“兄弟，你可別記恨我。職場的生存法則就是這樣殘酷。不過你大可放心，我會去跟蘇總求求情，爭取讓財務多給你算1個月的離職補償金。”他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心溫熱，指甲修剪得極為整齊乾淨。我一言不發，微微側過身體，讓他的手自然滑落下去。當我走到電梯口準備下樓時，背後有幾十雙眼睛在默默注視着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和我說聲再見。
隨着電梯門緩緩關閉，整個世界終於徹底安靜下來。我低下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指甲已經深深掐進肉裡，留下了4道泛白的印記。等我回到家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我家位於城市東邊的老城區，是一套面積不大的3居室，但我父親早就住習慣了，無論我怎麼勸說他，都不願意搬走。他總說自己在這裡住了整整30年，連小區門口賣煎餅的王大爺都成了老熟人，根本沒有搬家的必要。我將鑰匙插入鎖孔，發現大門並沒有反鎖。推開房門的瞬間，一股濃郁的煙草味撲面而來。在客廳裡，我父親正愜意地坐在沙發上，翹着2郎腿，手指間夾着一根香煙，笑得連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而在他的正對面，站着一個年輕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米色的針織衫，長髮柔順地披散在肩頭，臉上沒有戴眼鏡。眼前的她和白天那個冷若冰霜、端坐在老板椅上的女強人簡直判若兩人。她此刻正微微彎下腰，雙手恭敬地捧着一個打火機，火苗跳躍了2下，穩穩地幫我父親點燃了香煙。叔叔，以後我和他之間的事情就要拜託您多多關照了。他的聲音輕柔溫婉，甚至還帶着一絲笑意。我的大腦瞬間嗡地響了一聲。父親轉過頭看到了我，立刻高興地揮了揮手：“傻站着幹什麼？趕緊過來！”他指了指對面的蘇芷清，臉上的笑容讓眼角的皺紋都堆在了一起。“這是你未來的伴侶，小蘇就是你蘇叔叔家的女兒，我以前跟你提起過的，快過來和人家打個招呼。”蘇芷清緩緩直起身子，轉頭看向門口的方向。在我們視線交匯的那一瞬間，他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了，他的嘴唇微微張開了一下，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手裡緊緊握着的打火機啪嗒一聲掉落，在地板的瓷磚上磕碰了2下，徑直滾到了我的腳邊。我低下頭看着那枚精致的打火機，並沒有彎腰去撿。隨後我重新抬起頭，直視着他的眼睛。“蘇總裁！”我淡淡地喊了一聲，他的喉結艱難地上下滑動了一下。父親看看我，又看了看他，滿臉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後腦勺。“怎麼，你們倆本來就認識？”整個客廳裡足足死寂了5秒鐘。我把手裡的紙箱放在鞋櫃上，換好室內的拖鞋，徑直從他的身邊走了過去。我不認識他，但是他認識我。說完，我走進自己的臥室，反手關上了房門。房門關上之後，客廳裡開始傳出斷斷續續的交談聲。父親在開口說話，語氣依然是那副樂呵呵的慈祥模樣。“別一直站着了，快坐下歇會兒。”這孩子從小性格就是這樣，像個悶葫蘆一樣不愛說話，你千萬別往心裡去。蘇芷清的回應聲幾乎微弱的聽不見，只是偶爾輕輕上一聲。我獨自坐在床邊，雙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腦海中不受控制地反復回放着白天在公司裡的畫面，那疊文件狠狠砸過來的刁鑽角度。他說，公司不養閒人時，連眼皮都不屑於抬一下的傲慢神態，還有孫凱站在門口那副陰謀得逞的惡心嘴臉。大約20分鐘之後，大門處傳來了響動，是父親的專職司機送蘇芷清離開了。一陣腳步聲停在了我的臥室門口，緊接着響起了2下輕輕的敲門聲。“出來吧！”父親的聲音從門外傳來，已經完全沒有了剛才那種和藹的笑意。我推開房門，看到他正端坐在餐桌前，旁邊的煙灰缸裡已經狠狠按滅了3個煙頭。“坐下來，我們好好談談。”我拉開椅子，在他的对面坐下。他目光銳利地盯着我，看了許久，手指在桌面上重重地敲擊了2下。“你今天在公司被開除了。”我並沒有問他是如何得知這個消息的。
他可是林國富，整個林氏集團的締造者，在整個華東地區的商業圈子裡，排隊想叫他一聲林總的人能從這條街一直排到外灘。他想要調查清楚一個消息的來龍去脈，根本不需要耗費3分鐘的時間。是的，是那個新上任的首席執行官幹的。是的，他敲擊桌面的手指停了下來。他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機，開始翻找通訊錄。此時他臉上流露出的表情，我實在太熟悉不過了。上一次他露出這種神情，還是因為有個競爭對手在收購案上暗中給他使絆子。結果那個人的公司在短短3個月之內就從市場上徹底蒸發了。爸，我輕聲開口。他停下動作，抬起頭看着我。不要動他，這件事並不是他一個人的錯。我把關於孫凱的所作所為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從第1年他強行拿走我的策劃方案開始講起，接着說到第2年，他在重要客戶面前將我介紹成專門負責端茶倒水的實習生，再到這第3年，他暗中偽造了我的績效考核數據，聯合掌管人事部的副總裁吳志遠，將我每個季度的評分強行壓到最低。父親靜靜地聽完這一切，一言不發地將手裡的香煙掐滅。整整3年了，他沉聲說道，當初你爺爺讓你去最基層的崗位歷練，是為了讓你去學習真本事，不是讓你去那裡受窩囊氣的。我已經學到了。你都學到了些什麼？我學到了人心究竟會在什麼時候突然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我掏出自己的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鄭航電話那頭接聽得非常快，聲音裡還帶着明顯的睡意。這大半夜的到底是誰呀？我是凌晨，幫我去查一個人叫孫凱，現在是瑞豐科技的市場部總監。從他正式入職的那一天直到現在，他經手處理的每一筆財務賬目，他署名負責的每一個商業項目，把所有的原始底稿文件全都給我調出來。鄭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2秒鐘，困意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你終於下定決心要動手了？是的，給我5天的時間。電話掛斷了，父親坐在餐桌對面，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過了一會兒，他緩緩站起身來，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如果需要我親自出面解決，隨時跟我說一聲，不需要。這3年時間裡，他欠下我的所有賬，我要親自一筆一筆收回來。他走到臥室的門口，停下腳步，回頭看了我一眼。那麼蘇家那個小丫頭的事情，沒有什麼好談的。人家畢竟是第1天剛上任，被手底下的人聯手糊弄了，這其實也罷。我直接打斷了他的話，他甚至連問都沒有問我一句。整整40多頁的績效評估報告，沒有一個人跑來跟我核實過，哪怕一個字。我親手做的策劃案，我親自去對接的客戶，我熬夜加的班，全部都被人替換了名字交到上面。他連最基本的調查都沒有做，就直接把辭退信砸在了我的臉上。他憑什麼這樣做？難道就憑孫凱那張會說謊的嘴？父親靜靜地站在門口，手掌搭在木質門框上，一動不動。他現在已經知道你的真實身份了。他低聲說道，剛才離開的時候，他的雙腿都在微微發抖，知道又能怎麼樣？如果我不是林國富的親生兒子，他還會害怕的發抖嗎？父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轉身走進了臥室。寬敞的客廳裡，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我點開手機裡的相冊，一直翻動到最底端。那是一張拍攝於3年之前的照片。爺爺虛弱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抓住我的手腕，乾瘪的嘴唇吃力地一張一合。從公司的最底層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去看看這世上究竟誰是人，誰是鬼。我現在已經看清了，每一個人的真面目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是時候開始收網了。
次日清晨，瑞豐科技市場部的早晨例會依然照常進行，只不過辦公室裡少了一個人。孫凱意氣風發地站在白板前方，目光掃視了一圈在場的員工，最後停留在那個原本屬於我的空檔工位上，輕蔑地咂了咂嘴。大家都看清楚了嗎？這就是沒有任何工作能力的最終下場。他轉過身體，拿起馬克筆，在白板上重重地畫了一個圈。凌晨現在已經被開除了，他手裡原來負責的3個客戶資源，李強接手其中一個，趙剛接手另外一個，剩下的那一個由我直接負責管理。大家對這個安排有什麼異議嗎？底下鴉雀無聲，無人反駁。李強第一個高高舉起右手，凱哥絕對沒問題。孫凱非常滿意地點了點頭，將馬克筆的筆蓋重新扣好，轉身走回了他自己的獨立辦公室。關上房門之後，他立刻給吳志遠發送了一條微信消息：那個礙事的人已經滾蛋了，善後工作處理乾淨一點，把績效考核的原始表格修改一下，以防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跑去申請勞動仲裁。吳志遠很快回復了一個表示沒問題的手勢表情。孫凱愜意地靠在柔軟的辦公椅靠背上，得意地翹起雙腿，輕輕哼了一聲。整整3年了，這顆卡在眼裡的釘子終於被徹底拔除了。然而他絕對不會知道的是，在走廊另一頭的總裁辦公室裡，蘇芷清正襟危坐，面前整整齊齊地攤開着6份項目的原始檔案資料。他今天凌晨4點鐘就抵達了公司，他親自調出了凌晨在職3年以來的所有項目底稿存檔，一份接着一份仔細翻閱，並與孫凱提交上來的季度工作匯報進行詳細比對。第一個驚人的發現，2022年第3季度的蒼穹計劃，在孫凱的匯報演示文稿上赫然寫着孫凱主導策劃，但是原始立項文檔的系統創建者賬號卻是 LC2078，那是凌晨的員工編號。第二個發現，2023年第1季度的乘風計劃，在與客戶方往來的所有郵件記錄中，全程負責對接的人員郵箱地址都是凌晨的拼音。孫凱的名字僅僅出現在了最終的簽約儀式合影上。緊接着是第3個、第4個、第5個，整整6份大型項目，6份原始底稿，創建者無一例外全是凌晨。蘇芷清無力地靠在椅背上，疲憊地閉上了雙眼。他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昨天傍晚凌晨站在家門口注視着他的那個眼神，沒有憤怒的火光，也沒有委屈的淚水，而是一種看透世間所有虛偽之後的極致平靜。那種猶如死水般的平靜，遠比任何聲嘶力竭的怒吼都更讓人感到毛骨悚然。他伸出手，拿起手機，遲疑片刻，又放了下去，拿起來卻又再次放下。他整整猶豫了10秒鐘，最終還是將手機反扣在桌面上，沒有撥出那個號碼。他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開口。而此時此刻，凌晨正安靜地坐在城市西邊的一家咖啡館裡，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休閒衛衣，面前放着一杯熱氣騰騰的美式咖啡，看上去和任何一個在休息日出來打發時間的年輕小伙子沒有任何區別。但是坐在他正對面的那位張耀華，張耀華集團的最高掌權人，一位身價高達400億的商界巨頭，此刻正雙手恭敬地端着咖啡杯，連半個身子都沒敢在沙發上坐實。林少，您打個電話吩咐說在這裡等我，我立刻就趕過來了。請問您有什麼指示需要我去辦？張叔，下周3瑞豐科技會舉辦一場客戶答謝宴會，孫凱到時候肯定會出席。張耀華連連點頭。孫凱這個人我認識，
之前跟他們公司的幾次業務合作，都是由他出面來商談的。不过他稍微停頓了一下，壓低聲音說道：“其實我心裡非常清楚，3年前真正在中間牽線搭橋的人是您，您心裡清楚就好。”凌晨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下周3的宴會，您就按照原計劃正常出席。孫凱跑來找您套近乎的時候，您就跟他正常應酬。可是，凌晨把咖啡杯放回桌面上。如果到時候我也出現在宴會現場，您就假裝不認識我以前在公司裡扮演的那個人物。張耀華先是愣了一下，隨即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林少，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了。凌晨站起身來，隨意地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皱。走到咖啡馆门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回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張叔，孫凱這個人平時最喜歡搶奪別人的勞動成果，讓他囂張了3年，現在是時候讓他長長記性了。有些不屬於他的東西，他根本搶不走。”張耀華目送着他走出咖啡館的大門，立刻拿出手機，毫不猶豫地刪除了與孫凱的微信聊天窗口。時間來到下周3，瑞豐科技斥資包下了市中心錦華大酒店的豪華宴會廳，整整擺了20桌豐盛的酒席，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燈璀璨奪目。孫凱特意換上了一身嶄新的高檔西裝，袖口處點綴的金色紐扣閃閃發光。他滿面春風地站在入口處，挨個與前來赴宴的賓客熱情握手。張總，您今日能夠賞光大駕，簡直是我們公司的無上榮幸。張耀華滿臉堆笑地握住他的手，親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孫總監真是太辛苦了，這幾年咱們雙方合作的相當愉快。聽到這話，孫凱的脊背瞬間挺直了許多，整個人仿佛都飄了起來。宴會廳內賓客們推杯換盞，氣氛熱烈。他端着紅酒杯穿梭在各個酒桌之間，逢人便開始自我吹噓：“這個項目是我親自操刀主導的蒼穹計劃，那個是我憑借一己之力拿下的成風項目。”說得正起勁時，他不知不覺走到了主桌旁邊，熱情地拉着張耀華，非要合影留念。“張總，咱們拍的這張合照，我要發到公司內部的員工群裡，讓大家都見識見識咱倆這深厚的交情。”張耀華保持着禮貌的微笑，並沒有接話，他的眼神卻不經意間瞥向了宴會廳的入口方向。沉重的大門被人緩緩推開，一個男人邁步走了進來。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高級定制西裝，剪裁極其貼合身形，手腕上佩戴着一塊價值連城的百達翡麗手錶，並非那種暴發戶般刻意炫耀的戴法，只是漫不經心地扣在手腕上，鬆鬆垮垮地搭在腕骨邊緣。孫凱起初並沒有注意到這個不速之客，但他敏銳地察覺到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張耀華的臉色瞬間變了，這位掌控着400億商業帝國的男人，竟然立刻放下了手中的高腳杯，豁然站起身來。原本喧鬧嘈雜的宴會廳裡，說話的聲音頓時弱了下去。張耀華快步繞過寬大的餐桌，徑直走到那個男人的面前，雙手主動伸了過去。林少、孫凱手裡端着的酒杯瞬間僵在了半空中。他猛地轉過頭，終於看清了來人的面容，全身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間全都湧上了頭頂。“你。”凌晨從容不迫地與張耀華握了握手，那副自然隨意的態度，就好像只是來參加一個普通朋友的周末聚餐。“張叔，真是好久不見了。”“確實是好久不見啊。”張耀華緊緊拉着他的手不肯鬆開，轉頭衝着孫凱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孫總監，這位應該不需要我再過多介紹了吧？”
當初我之所以會決定和瑞豐科技展開合作，完全就是這位林少在中間牽的線。3年前可是他親自給我打的私人電話。孫凱的喉嚨就像是被一團棉花死死堵住了，發不出半點聲音。旁邊幾桌的客戶也紛紛轉過頭來注視着這邊，有人壓低聲音互相打聽，到底是哪個林少？難道是林國富的那個親生兒子，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林氏集團？凌晨連看都沒有看孫凱一眼，他徑直拉開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順手接過服務員恭敬遞上來的熱茶，輕輕吹散了水面的浮茶，優雅地抿了一口。孫總監，他終於緩緩開口了，語氣隨意的，就像是在閒聊今天的天氣。剛才我走進大門的時候，恰好聽到你正在向大家介紹手裡的項目，蒼穹計劃、乘風計劃。除了這些，還有哪些來着？孫凱的嘴唇劇烈地哆嗦了2下，依然發不出任何聲音。凌晨輕輕放下手中的茶杯，微微歪着頭打量着他。這些項目應該全都是你嘔心瀝血的結晶吧？心血這2個字，他說的不輕不重，卻像一把鋒利的刀子，精準地卡在了孫凱的咽喉處。大滴大滴的冷汗開始從孫凱的額頭上滲出來，他極度渴望說點什麼來反駁，但當他觸碰到張耀華那種我其實什麼都一清二楚的銳利眼神時，嗓子眼就像是被徹底灌滿了沉重的鉛水。凌晨從椅子上站起身，慢條斯理地扣上西裝的紐扣。我就不再打擾孫總監招待貴客了。他邁步走向大門，在即將踏出門檻時，稍微停頓了一下腳步，卻並沒有回頭。對了，稍微提醒你一句，那些重要項目的原始立項文檔，目前依然安全地保存在公司的核心服務器上。像創建者賬號這種底層數據是永遠也無法抹除的。說完，他大步流星地離開了宴會廳裡，陷入了長達6秒鐘的死寂。隨後，低聲的議論聲如同海浪般重新響徹整個大廳，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無意地避開了僵立在原地的孫凱。孫凱像個木頭人一樣站在那裡，手中的酒杯早已傾斜，殷紅的酒水順着手指的縫隙流淌下來，滴落在他那雙擦得锃亮的皮鞋上。他卻好像毫無知覺。此時此刻，他唯一能夠真切感受到的，就只有後背那一片冰冷刺骨的冷汗，汗水緊緊貼着裡面的襯衫，濕黏黏地附着在皮膚上，怎麼也乾透不了。在駕車返程的路上，他躲在車廂裡給吳志遠撥去了一通電話，他的手抖得像篩糠一樣，足足撥了3次才成功打通。老吳，事情敗露了，那個凌晨他竟然和張耀華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電話那頭陷入了令人窒息的2秒鐘沉默。有交情，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張耀華當眾尊稱他為林少，甚至是主動站起身來親自迎接的。又是一陣漫長而壓抑的沉默。吳志遠將聲音壓得極低，先不要自亂陣腳。認識幾個大人物並不能說明什麼實質性問題。他如果真的有通天的本事，絕對不至於在你手底下忍氣吞聲地熬上3年。孫凱死死握住方向盤，指關節因為用力過度而泛着蒼白。絕對不行，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你想怎麼做？我們要緊急偽造一份虛假賬目。孫凱的雙眼因為極度的恐懼和憤怒而變得通紅，就把第3季度那個項目裡支付給供應商的那筆高昂費用全部算在他的頭上，對外就宣稱是他私自虛報了200萬的款項。吳志遠在電話那頭猛地倒吸了一口涼氣。你真的有把握嗎？我有100%的把握。孫凱狠狠一腳將油門踩到底，車窗外的昏黄路燈瞬間被拉成了一條模糊的光線。
他既然想把我往死裡整，那我就讓他先進監獄裡蹲着。3天後的夜晚，凌晨家門外的門鈴聲突然響起，推開大門的人正是凌晨。蘇芷清靜靜地站在走廊裡，她換上了一件款式素雅的長款大衣，脖子上的圍巾將半張臉龐遮擋得嚴嚴實實，手裡還緊緊捏着一個厚實的文件袋。她今晚並沒有化妝，雙眼的下方浮現出一圈明顯的青灰色，看起來似乎已經連續好幾個夜晚沒有安然入眠了。是來找我父親的嗎？凌晨慵懶地倚靠在門框上。我是来找你的。他沒有移動腳步。凌晨，我有一些重要的資料想給你看。他目光深邃地盯着他，看了足足3秒鐘，這才側過身子，讓出了一條可以通過的縫隙。客廳裡空蕩蕩的，林國富並不在家，外出洽談商務去了。蘇芷清在沙發上坐定，伸手解開文件袋的封口，從裡面抽出一疊厚厚的文件，整齊地排列在茶几上。你在瑞丰科技工作的這3年裡，孫凱總共竊取了你6個大型項目的署名權。這些情況我已經全部查實了。他將那些文件一份接着一份地攤開，項目立項記錄的後台截圖，關鍵的往來郵件記錄，內部會議紀要，在每一份文件的複印件上，凌晨的名字被惡意塗抹掩蓋的痕跡，都被他用不同顏色的熒光筆醒目地標記了出來。蒼穹計劃，2022年9月，原本是由你親自撰寫的策劃方案，他私自修改了封面上的署名，但系統後台原始文檔的創建者依舊顯示是你的員工編號。乘風計劃，2023年1月，與客戶方進行全程郵件溝通對接的人是你，他僅僅在最後的簽約合照中露了個臉，還有剩下的這4份。他一口氣將所有的調查結果陳述完畢，纖細的手指重重地按壓在最後一頁紙上，指尖用力道在紙面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凹痕。凌晨安靜地坐在他的對面，連一頁文件都沒有伸手去翻閱。你費盡心思去調查這些。他緩緩開口說道，難道是因為你終於弄清楚了我的真實身份？蘇芷清的手猛地僵住了，他微微張了張嘴，卻又無奈地閉上。當他再次開口說話時，聲音乾澀的就像是粗糙的砂紙在摩擦。在最開始的時候，確實是這樣。凌晨微微點了點頭，向後靠在椅背上。那天你把解雇通知書狠狠甩在我臉上的時候，你的手裡其實早就掌握着這些底層數據。畢竟你擁有底稿服務器的最高管理權限。蘇芷清陷入了沉默。你當時根本連查都沒有查。孫凱隨手遞交了一份造假的績效報告，你連最基本的原始記錄都沒有去核實一下，就直接把手下的員工開除了。他的語氣十分平淡，聽不出一絲一毫指責的意味，僅僅像是在陳述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他吐出的每一個字都如同锋利的鐵釘，一顆接着一顆狠狠地釘在了蘇芷清身後的椅背上。如果我真的只是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人，凌晨繼續說道，你今天晚上還會帶着這些文件坐在這裡嗎？蘇芷清的指甲深深地掐進了自己的手心，他抬起頭望着他，嘴唇微微顫抖了2下，似乎想要為自己辯解些什麼，但最終還是將那些話咽了回去。最後他緩緩站起身來，將茶几上的文件整理整齊，輕輕推到他的面前。無論你心裡是否願意相信，當我查閱到第3份被篡改的文件時，我就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做出了一個極其愚蠢的決定。這和你究竟是誰的親生兒子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他提起放在一旁的皮包，邁步走向大門。這些收集來的證據資料你先留着吧，如果在後續的處理中需要用到，我隨時可以出面為你作證。蘇芷清，他停下了離開的腳步。
凌晨伸手翻開了茶几上的第一頁文件，手指輕輕按壓在那個被惡意塗抹掉的名字上。這些所謂的證據，我根本不需要勞煩你去調查。他抬起深邃的眼眸，我自己早就已經掌握了。這裡的每一份文件，從3年之前我就開始悄悄留存底稿了。蘇芷清的瞳孔猛地收縮了一下，你竟然一直都心知肚明。我只是一直在耐心等待。你在等什麼？我在等他爬到足夠高的位置。凌晨漫不經心地合上面前的文件，只有從最高處狠狠摔下來的時候，才會感覺到刻骨銘心的痛楚。蘇芷清呆呆地站在門口，良久都沒有移動半分。等他徹底離開之後，凌晨獨自坐在沙發上，將他今晚帶來的那6份詳細文件重新仔細審閱了一遍。平心而論，他標注的細節極其詳盡，無論是每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每一處細微的篡改痕跡，甚至連孫凱偷偷修改文件時的登錄網絡地址和精確時間戳，都被他詳盡地調取了出來。他將這些文件與自己私下留存的底稿匯整在一起，妥善地鎖進了書房的抽屜裡。手機屏幕突然震動了一下，是鄭航發來的消息，詳細的財務審計結果已經出爐了。孫凱在這3年內經手的所有賬目中，有高達1800萬的巨額資金根本說不清楚合法來源。這些資金關聯了17家空殼供應商，最終的資金流向全部匯入了他個人名下的3張銀行卡裡。凌晨面無表情地翻閱完這份完整的審計報告，隨後鎖上了手機屏幕。3年了，他對着空蕩無人的客廳輕聲吐出2個字：已經足夠了。週5的上午，蘇芷清寬大的辦公桌上平白多出了一份厚重的報告，這是孫凱親自呈送過來的。報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一行大字：瑞豐科技內部審計實名舉報，關於前員工凌晨涉嫌非法挪用公司巨額公款的詳細調查。整整23頁的內容，附帶着詳盡的圖表分析，每一項財務數據都精確到了小數點後2位。孫凱筆直地站在辦公桌對面，刻意緊繃的嚴肅表情中夾雜着一絲怎麼也掩飾不住的小人得志。蘇總，關於這件事情，我內心其實掙扎了很久，到底要不要上報。但是身為與公司同呼吸共命運的老員工，我認為有些嚴重的違紀行為絕對不能當作沒有發生過。他伸出手指，用力敲了敲報告的第7頁。就在第3季度的那個重要項目中，合作供應商鼎悅貿易給出的報價足足比市場正常價格高出了40%。這憑空多出來的200萬資金，走的全是凌晨親筆簽字確認的審批流程。這筆巨款最終到底落入了誰的口袋？您只要稍微派人一查，便能水落石出。蘇芷清緩緩翻開這份報告，不動聲色地一頁一頁仔細審閱。他的臉上面無表情，看不到任何情緒的起伏。你手裡的證據確鑿嗎？簡直是鐵證如山。孫凱得意地挺直了胸膛。吳副總那邊也已經配合進行了初步核實，所有的財務流水賬目都能完全對應得上。蘇芷清合上手中的報告，很好，下周1召開全員大會，到時候由你親自登台向所有人進行匯報。孫凱頓時愣了一下，他最初的盤算是指讓蘇芷清在管理層內部低調處理此事，最好是悄悄移交警方，卻萬萬沒有料到他竟然打算召開全員大會。不過他轉念一想，當眾開會反而正中下懷。如果能在全公司同事的注視下把凌晨的罪名徹底釘死，以後公司裡還有誰敢不長眼去翻那些舊賬？保證沒問題。他用力地點了點頭。
當他走出總裁辦公室大門的時候，連走路的步伐都比平日裡誇張地邁大了幾分。房門關上的那一瞬間，蘇芷清立刻拿起了桌上的手機，他的手指在撥號按鍵上方懸停了2秒鐘，最終還是果斷地按了下去。凌晨，他們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了。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依然冷靜得可怕。他們偽造了多少虛假賬目？整整200萬。他們指控你在第3季度的項目裡私自虛報了供應商的成本費用，就是涉及鼎越貿易的那一筆款項。凌晨在電話那頭發出了一聲極輕的輕笑。蘇芷清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他的笑聲，那個笑聲極其短暫，是從鼻腔裡哼出來的，聽不透其中隱藏的喜怒哀樂。鼎越貿易，他緩緩說道：“你去查一下這家公司的工商注冊信息。”蘇芷清立刻打開電腦，登錄了企業信息查詢系統，輸入了鼎越貿易的名稱。當搜索結果彈出來的那個瞬間，他的後背猛地靠在了椅背上。鼎越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國富，實際控股股東林氏集團100%全資控股的子公司。他驚訝地張了張嘴，半天沒說出話来。凌晨的聲音繼續從手機裡傳出：“鼎越貿易是我父親在2021年專門成立的供應鏈管理公司，核心業務就是對接集團旗下各個子公司的內部採購需求。之所以報價會高出40%，是因為合同裡明確包含了長達3年的質量保修和後續的技術支持服務。可是這些核心機密，孫凱那個蠢貨根本一無所知。他拿來企圖控告我的所謂鐵證，恰恰完美地證明了他對這個項目根本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了解。如果他真的是這個項目的核心主導者，他絕對不可能不知道鼎越貿易究竟是誰的產業。蘇芷清閉上雙眼，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你接下來打算如何應對？下周一的全員大會，讓他按原計劃上台，讓他當着所有人的面把那23頁的造假報告一字不漏地念完。念完之後呢？之後我會親自入場。蘇芷清緊緊握住手機，指關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你需要我配合做些什麼？你什麼都不需要做，穩穩地坐在你的位置上旁觀就好。他稍微停頓了一下，不過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出面。什麼事？在他匯報完畢之後，在我推門走進去之前，你要當眾質問他一句話。你要問他，你是否確信剛才所說的這些指控全都是真實的？我要讓他親口承認這些虛假指控，當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蘇芷清死死攥着手機，指甲深深地陷進掌心的嫩肉裡。我明白了。掛斷電話之後，他癱坐在寬大的老板椅裡，久久沒有挪動分毫，目光死死地盯着電腦屏幕上鼎越貿易的工商注冊信息，一個字一個字地反覆咀嚼着。窗外的天空陰沉得仿佛要滴出水來，看樣子似乎馬上就要降下一場暴雨。而此時此刻，凌晨正安靜地坐在家裡的書房中，面前鋪滿了鄭航剛剛發來的那份無比詳盡的審計報告，1800萬的巨額虧空，17家偽造的空殼公司，跨度長達3年的瘋狂斂財。他用一支紅色的水性筆將每一筆非法的資金流水都圈畫出來，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整齊，統一存入了一個黑色的加密 U 盤中。隨後他拿起手機，給公司 IT 部門的主管老李發去了一條信息：老李，幫我去調查一件事情，孫凱辦公室抽屜裡一直放着的那個閃迪牌 U 盤，在上次公司的資產盤點中有沒有登記過具體的資產編號？老李的回復異常迅速，已經查實了，那個 U 盤的編號是 S1837，
裡面存儲了大量研發部門的核心技術文檔。按照公司的保密規定，這些機密文件本來應該存放在加密的獨立服務器中，他私自將其拷貝出來，屬於嚴重的違規行為。幫我悄悄去辦一件事兒，把那個 U 盤裡面存儲的所有文件全部替換掉，替換成什麼內容？隨便什麼無足輕重的內容，就算換成公司食堂的每日菜譜都可以。老李在電話那頭足足沉默了3秒鐘。林少，您不是在開玩笑吧？我非常認真，這周之內必須辦妥。周一上午9點整，瑞豐科技位於3樓的寬敞大會議室，全公司200多名員工將這裡擠得水泄不通。後排沒有座位的人只能踮着腳尖張望，前排的人則紛紛伸長了脖子。所有人都已經聽到了風聲，今天公司裡會有極其重大的事情發生。孫凱意氣風發地站在最前方的講台上，他穿着筆挺的高級西裝，頭髮用定型髮膠梳理得一絲不苟，腳下的皮鞋擦得幾乎能夠倒映出人影。在他的身後是一塊巨大的電子屏幕，投影儀上赫然打着內部審計專項匯報幾個醒目的大字。他裝模作樣地清了清嗓子，目光威嚴地掃視全場，視線從每一位員工的臉上緩緩掠過，最終穩穩地落在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蘇芷清身上。蘇芷清面色冷漠地注視着他，幅度極小地點了一下頭。孫凱深吸了一大口氣，自信滿滿地翻開了演示文稿。第1頁詳細列出了凌晨的員工編號、入職的具體時間以及所屬的工作部門。第2頁展示了第3季度項目供應商頂越貿易的往來採購記錄，以及所謂的價格差異對比。第3頁一張錯綜複雜的資金流向圖，其中一個刺眼的紅色箭頭直截了當地指向了一個標注着凌晨關聯賬戶的方框。他的演講極其流暢，聲音洪亮且極具煽動性。對於屏幕上的每一個虛假數據，他都背誦得滾瓜爛熟。台下的員工開始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甚至有人舉起手機偷偷拍攝屏幕上的內容。李強坐在第3排，拼命地點頭附和，臉上掛着一副正義凜然的虛偽表情。當匯報進行到第17頁的時候，孫凱故意停頓下來，端起水杯潤了潤嗓子。各位親愛的同事，他放下紙杯，故意壓低了嗓音。我心裡非常清楚，當眾揭發這些黑幕肯定會得罪人，但是公司的集體利益高於一切，高達200萬的巨大資金漏洞，如果今天不徹底查個水落石出，我們每個人辛辛苦苦攢下的年終獎都會受到嚴重的波及。台下頓時響起一片嗡嗡的嘈雜聲。孫凱一鼓作氣，將剩下的6頁內容迅速翻完，隨手將激光筆擱在桌面上，雙手霸氣地撐住講台的邊緣，挺直胸膛，高高昂起頭顱。他在靜靜地等待着全場雷鳴般的掌聲，然而全場卻陷入了長達3秒鐘的死寂。蘇芷清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他踩着高跟鞋走到講台的側面，在距離孫凱僅有3步遠的地方停下了腳步。孫總監，蘇總，我在。你剛才在台上滔滔不絕講的這些內容，包括供應商報價嚴重虛高，公司資金去向成謎，凌晨涉嫌非法挪用公款。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目光如炬地直視着他的雙眼。你是否確信這些嚴厲的指控全都是真實的？孫凱得意地挺起胸膛，簡直是千真萬確。我所出示的每一個數據都有詳細的財務流水賬目作為鐵證，吳副總完全可以出面作證。他猛地扭過頭，看向坐在角落裡的吳志遠。吳志遠的眼神閃躲了一下，隨後乾咳了一聲，硬着頭皮點了點頭。蘇芷清的嘴唇微微牽動了一下，
他後退了一步，從容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緊接着，會議室的大門被人從外面一把推開，所有人的腦袋齊刷刷地轉了過去。凌晨信步走了進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休閒西装，领口沒有系領帶，襯衫最上方的扣子隨意地解開着，步伐不急不緩。他的手裡隨意地把玩着一個黑色的 U 盤，任由他在修長的指尖靈巧地轉動着。孫凱臉上的得意笑容瞬間僵住了。你跑來這裡幹什麼？你早就已經被公司開除了。凌晨連正眼都沒有看他一下，他徑直走向前方的講台，一把將投影儀的數據線從孫凱的筆記本電腦上拔了下來，毫不猶豫地插進了自己帶來的 U 盤中。背後的大屏幕猛地閃爍了一下，畫面瞬間切換，彈出的第一頁畫面是一份項目原始立項文檔的後台截圖。在屏幕的左上角，創建者 ID 清晰地顯示着 LC2078 蒼穹計劃。凌晨的聲音並不算大，但整個會議室裡的人連呼吸都不敢用力，四周靜得可怕。2022年9月正式立項，該項目的創建者是凌晨，原始的底層文檔至今仍保存在公司的内部服務器中。具體的存儲路徑是，他按下了翻頁鍵。孫凱提交給公司高層管理者的匯報文件裡，明目張膽的署名是孫凱主導策劃，但是這份文件的原數據屬性卻清楚地記錄着文件的創建者是 LC2078，而最後的修改者是 SK1503。这正是孫凱的員工編號。孫凱的雙手死死撐在講台上，指關節因為極度的恐懼而泛着慘白。凌晨繼續冷靜地翻動着頁面，第2份、第3份、第4份，每一個曾經被竊取項目的原始底稿、溝通郵件記錄、客戶往來明細，全部被毫無保留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台下的員工人群中開始爆發出陣陣倒吸涼氣的聲音。當展示到第5份文件的時候，凌晨突然停下了動作，回頭冷冷地瞥了孫凱一眼。剛才孫總監信誓旦旦地說，鼎越貿易的報價嚴重虛高。那麼現在就讓我來向大家科普一下，鼎越貿易究竟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屏幕上的畫面再次切換，一份清晰的工商註冊信息，法定代表人林國富，實際控股股東林氏集團100%持股。全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死寂。報價之所以會高出40%，是因為採購合同裡明確包含了3年的全免費質保、技術團隊支持以及售後人員駐場服務。這些詳細的附加條款在原始採購合同的第12頁到第15頁裡，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凌晨轉過身來，正面直視着搖搖欲墜的孫凱。孫總監，如果你真的是這個核心項目的主導者，你會連合作供應商的真實背景都不知道嗎？孫凱的嘴巴無力地張着，嘴唇劇烈地哆嗦着，卻連半個音節都擠不出來。凌晨直接將頁面翻到了最後，大屏幕上赫然彈出了一張銀行資金流水明細的截圖，收款賬戶名孫凱。在過去的3年時間裡，通過17家秘密關聯的空殼公司，累計向該賬戶轉入非法資金整整1800萬。整個會議室徹底炸開了鍋，坐在前排的人震驚地站起身來，後排的人更是高高舉起手機瘋狂拍攝。李強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如紙，身體一個勁地往椅子深處瑟縮，恨不得能立刻挖個地縫鑽進去。吳志遠的椅子發出了一聲刺耳的摩擦聲，他正試圖神不知鬼不覺地向會議室的門口方向挪動。孫凱的雙膝猛地一軟，只能狼狽地扶住講台的邊緣，勉強支撐身體。這怎麼可能？
這些絕密的數據，你究竟是從哪裡？凌晨從容地拔下 U 盤，隨意地揣進口袋裡。孫總監，他居高臨下地看着對方。早在3年之前，當你把我的第一份策劃方案偷換上你的名字交上去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收集所有的底稿證據了。你是不是天真的以為我保持沉默，是因為我毫無反抗的能力？但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他低下頭，冷漠地注視着孫凱那雙曾經擦得锃亮的皮鞋，以及皮鞋裡正在劇烈顫抖的雙腿。收網的時機還沒到而已。孫凱是連滾帶爬從會議室的後門逃逸出去的。當他慌亂地推開房門時，不慎撞倒了一把椅子，沉悶的撞擊聲在空曠的走廊裡接連回響了3次。200多雙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狼狽不堪的背影，直到他徹底消失在走廊的盡頭，沒有一個人起身去追趕。他像個瘋子一樣衝進自己專屬的辦公室，死死反鎖上房門，掏出手機，顫抖着瘋狂撥打吳志遠的號碼。佔線繼續撥打，已關機。直到第3次嘗試，電話終於接通了。老吳，孫凱的聲音已經徹底嘶啞破音，喉嚨深處湧起一股令人作嘔的腥甜味。徹底完了，那個畜生把所有的老底全都掀出來了，私賬明細、項目底稿，甚至連銀行的資金流水，全都被他查了個底朝天。吳志遠的聲音從聽筒那端傳來，夾雜着劇烈的喘息聲，聽起來似乎正在拼命奔跑。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正躲在地下停車場裡。剛才我本想趁亂從後門開溜，結果被一群保安死死攔住了。被攔住了？哪裡冒出來的保安？根本就不是咱們公司的安保人員。吳志遠將聲音壓抑到了極點，是從外面調來的，全都是穿着制式服裝的人。孫凱全身的血液瞬間從頭頂一路冰涼到了腳底，他呆若木雞地愣了3秒鐘，突然像發了狂的野獸一般撲向辦公桌的抽屜，左手瘋狂扒開一堆雜亂的文件，終於在最底層摸到了那個熟悉的閃迪 U 盤。他手裡還攥着最後一張王牌，那裡面存放着研發部門最核心的技術機密。這3年來，他陸陸續續從公司的內部服務器上偷偷拷貝下來的心血，幾十份價值連城的專利設計圖紙、核心源代碼以及絕密的客戶數據庫。他死死捏着那枚 U 盤，手指因為瘋狂冒出的冷汗，險些將其滑落在地。老吳，你仔細聽我說，我手裡現在握着研發部門最核心的數据資料，全公司命脈的技術文件，全都在這個 U 盤裡。他如果敢把我往絕路上逼，我就把這些機密通通公之於眾，直接發送給競爭對手，或者全部曝光到網絡上，大不了拉着這個公司一起玉石俱焚。他哆嗦着將 U 盤插入電腦接口，顫抖着手握住鼠標，雙擊打開，文件夾的窗口順利彈出，文件名稱一個不少的排列在眼前：新能源核心專利方案第3版，2024年絕密客戶數據庫，系統核心算法源代碼。他迫不及待地隨手點開了排在第1位的文件，屏幕上瞬間彈出了一個簡陋的電子表格：瑞豐科技全體員工食堂2024年秋季營養菜譜，周一供應番茄炒蛋、紅燒排骨、清炒時令蔬菜；周二供應宮保雞丁、酸菜魚、蒜蓉炒西蘭花。孫凱死死盯着電腦屏幕，瞳孔瞬間放大了數倍。他發瘋似的狠狠雙擊點開第2個文件：員工食堂菜譜冬季特供版；第3個文件：員工食堂菜譜春季嘗鮮版。他一個接一個的瘋狂點擊打開，速度越來越快，
鼠標按鍵被他點得發出急促的啪啪聲，全都是食堂的日常菜譜，整整37份絕密文件。點開後，每一份竟然全都是食堂的菜譜。他握着鼠標的手無力地滑落下去，整個人猶如一灘爛泥般癱軟在寬大的辦公椅裡。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清晰的腳步聲，聽聲音絕對不止一個人，那是一群人整齊劃一、步步緊逼的沉重腳步聲。孫總監，凌晨冷漠的聲音從門外傳了進來，隔着一層厚重的實木門板，音量不高不低，還在裡面瞎找什麼呢？孫凱如同死人一般，沒有任何回應，他的雙眼依然空洞地死盯着屏幕上那份荒唐的食堂菜譜，蒼白的嘴唇微微哆嗦了一下，門鎖突然發出滴的一聲，被人從外面刷卡強行解開了，那是安保主管手裡掌握的萬能门禁卡，房門被推開了，凌晨气定神閒地站在门口。他的身後不僅站着全副武裝的安保團隊和法務部門的骨幹，還有2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那絕對不是公司的普通保安，是真正的警察。你那個視若珍寶的 U 盤，早在上個星期就被我派人調包了。凌晨淡淡的開口，雙手隨意地插在褲兜裡。IT 部門的後台監控記錄顯示，你在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期間，未經公司任何授權，非法拷貝了研發部多達37份絕密文檔。單憑這一項違法行為，就足夠把你直接移交司法機關了。孫凱的椅子驚恐地向後滑動了半尺之遠，他張開嘴想要說些什麼求饒的話，但乾澀的喉嚨裡只能發出一聲嘶啞難聽的喘息聲。就在此時，走廊的另一頭突然傳來一陣極其慌亂的腳步聲和微弱的掙扎聲。李強像一條喪家之犬般猛衝了過來，他當然不是來拯救孫凱的，他是急着來出賣救主的。孫總監，我跟你的這些破事絕對沒有任何關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拼命擠到辦公室門口，臉上的冷汗流得像瀑布一樣。那些偽造的績效報告全都是你逼迫我去修改的，偽造供應商、虛假資料也是你暗中指使的。我手機裡還保留着所有的聊天記錄，我把它們全都截圖保存下來了。他高高舉起手中的手機，明亮的屏幕正對着孫凱慘白的臉瘋狂地晃來晃去。孫凱絕望地看着李強，眼神從最初的極度震驚慢慢化作了一片死寂的空白。這就是他盡心盡力提拔栽培了整整3年的心腹。每次聚餐應酬，他總是主動掏錢買單，每次遭遇客戶嚴厲投訴，他都獨自頂在最前面。3年的情誼，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連1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就立刻倒戈相向了。門外聚集了更多的人影，趙剛、王磊、陳婷，這些曾經圍繞在他身邊阿諛奉承、鞍前馬後的人，此刻一個個像看戲般出現在門口。雖然臉上的表情各不相同，但嘴裡喊出的卻是同一套撇清關係的說辭。孫總監暗地裡幹的這些貪污勾當，我可是真的一點兒都不知情。我平時只是個跑腿的，完全是執行他的口頭命令。那個策劃方案是他以辭退相要挾，逼着我署上他的名字。我一個小員工哪敢不服從啊？孫凱麻木地癱坐在椅子裡，聽着這些絕情的言語從四面八方瘋狂湧入耳中。他的手從椅子扶手上無力地滑落，猶如死物般垂掛在身體兩側，空洞的眼睛死死盯着白花花的天花板，整個人一動不動，宛如一具失去靈魂的軀殼。凌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毫不留戀地轉身離去。身後突然傳來椅子重重倒地的巨大聲響，
孫凱的身體從椅子上無力地滑落下去，猶如一灘爛泥般癱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並沒有嚎啕大哭，但此刻那副生無可戀的絕望模樣，卻比痛哭流涕還要難看百倍。2天之後，瑞豐科技總部大廈位於頂層的豪華會議室，在那張寬大的橢圓形長桌前，擺放着14把高檔座椅。此刻已經有12個人肅穆入座。這是一場由董事會緊急召開的最高級別閉門會議。自從孫凱的驚天醜聞全面引爆之後，公司的各大股東們簡直是亂作一團，連夜從外地飛回來的，親自駕車瘋狂狂飆回來的，距離最遠的一位股東甚至從新加坡連續轉乘了2趟航班，落地匆匆趕到現場時，連襯衫的領子都還是歪斜的。他們所有人都獲知了2個足以引發地震的重磅消息。其一，市場部總監孫凱肆無忌憚地貪污了高達1800萬的巨額公款。其二，那個被孫凱肆意踩在腳下欺凌了整整3年，甚至被新上任的首席執行官當眾難堪掃地出門的底層小員工，竟然是林國富的親生血脈。第2條消息所帶來的毀滅性殺傷力，足足是第1條的10倍之多。整個會議室裡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仿佛有人將室內的氧氣瞬間抽空了一大半。林國富那極具威嚴的面容出現在正前方的巨型液晶屏幕上，視頻連線的畫質極其清晰，清晰到甚至能看清他兩鬢生出的斑白華髮，以及眼底深處透出的那股令人膽寒的冰冷。林晨是我的親生兒子。早在3年之前，他爺爺臨終前特意囑咐他務必從最底層的崗位做起，去親眼看清楚這個公司從金字塔的底端到頂端究竟隱藏着怎樣醜陋的真面目。他低調地進入瑞豐科技，從最微不足道的崗位開始默默耕耘，期間從未動用過家裡哪怕1分錢的權勢與關係。他微微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越發森冷。在這漫長的3年時間裡，他辛勤付出的勞動成果被無恥地竊取，他真實的績效考核被肆意篡改，他被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當成無能的廢物一樣隨意使喚。而到了最後，他竟然被人在大庭廣眾之下無情辭退。那封充滿羞辱的辭退信，更是被直接狠狠砸在了他的臉上。當這句話掷地有聲地在會議室裡回盪時，在座的幾個股東甚至心虛地縮了縮脖子。林國富凌厲的目光透過攝像頭掃過屏幕，仿佛能夠洞穿在場每一個人的細微表情。關於這件事情，我本人也必須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是我親自挑選了蘇芷清來接管這家公司，也是我未能及時察覺並介入干預。但是對於孫凱犯下的種種令人髮指的罪行，他的聲音猛地沉了下來，猶如即將爆發的雷鳴。我就不代替凌晨發言了，接下來的事情由他親自向各位說明。屏幕上的畫面瞬間切換成了會議室的內部投屏模式。凌晨從容不迫地坐在長桌最尊貴的主位上。從他邁步走入這間會議室的那一刻起，在場的12位商界大佬中，竟然有9個人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剩下那3個反應稍慢了半拍的，看到周圍人的舉動後，也如同彈簧般跟着從椅子上彈了起來。此刻他安然坐在主位上，目光冷峻地將全場掃視了一圈，全都坐下。所有人立刻如釋重負般落座，門外突然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2名執法警員牢牢押解着孫凱走了進來。孫凱如今的落魄模樣，與2天前那個意氣風發的總監簡直是判若兩人。他原本梳理整齊的頭髮變得如雞窩般雜亂，名貴的西裝布滿褶皺，臉上看不見一絲活人的血色，
眼窩深陷且一片烏青，乾裂的嘴唇上掛着死皮，他的雙腿仿佛失去了知覺般拖拽在地上，幾乎是被警員強行架進會議室的。他被死死地按在長桌末端的一把椅子上，而在他的正對面端坐着的正是凌晨。兩人之間隔着一整張漫長的會議桌，足足有10幾米的遙遠距離。然而，當孫凱艱難地抬起頭，視線撞上凌晨那雙冰冷眼眸的瞬間，他整個人猛地哆嗦了一下，仿佛被一柄無形的重錘狠狠砸中了胸口。凌晨並沒有急於開口發難，他慢條斯理地從面前的文件檔案夾中抽出了第一頁紙。2022年7月，那是我正式入職的第3個月，我熬夜寫出了第一份獨立負責的策劃方案，也就是啟航計劃。孫凱命令我連夜制作出完整版的演示文稿，並謊稱將由他親自代為匯報。然而到了匯報的那一天，他毫不留情地將我的名字從頭到尾全部抹除，堂而皇之地署上了他自己的大名。我就那樣孤零零地站在會議室外面，隔着一層透明的玻璃，眼睜睜看着他用我心血凝聚的文稿，在裡面滔滔不絕地講了足足45分鐘。他輕輕翻過一頁，2022年11月，重要客戶提出要求進行視頻會議對接，孫凱強行將我鎖在狹小的茶水間裡，自己大搖大擺地上鏡參與視頻。當客戶疑惑地詢問那位之前一直通過郵件溝通的小林怎麼不在時，他面不改色地撒謊說，小林因為能力不足已經引咎辭職了。他再次翻過一頁，2023年6月，乘風計劃榮獲了集團內部頒發的年度創新大獎。孫凱手捧着閃耀的獎杯風光登台，在致辭中隆重感謝了13個人的名字，那份名單裡唯獨沒有我，我就坐在台下陰暗的第8排，默默看着他在台上將那座本該屬於我的獎杯高高舉過頭頂。孫凱的頭顱深深地垂了下去，幾乎快要貼到桌面上。2024年3月，我偶然發現了他在我的績效考核上弄虛作假。我去找人事部的吳志遠反映情況，吳志遠當時是如何回應我的：你区区一個小小的底層員工，孫總監評價你什麼，你就是什麼。如果不服氣，那就立刻捲鋪蓋滾蛋啊！凌晨重重地合上手中的檔案夾，會議室裡死寂一片，沒有一個人敢發出半點聲音，甚至連眾人的呼吸聲都被刻意壓制到了極輕的程度。2024年10月，他做出了最後的總結陳詞：你借着新任首席執行官的手，當着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面，將那封辭退信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臉上。然後你猶如勝利者一般站在門外，得意地笑了。孫凱殘破的身體開始抑制不住的劇烈顫抖，那並非是恐懼到極點時的克制性發抖，而是那種從骨頭縫裡直往外透出的戰栗。他的肩膀一上一下地抽搐着，上下2排牙齒瘋狂打顫，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碎碰撞聲。他從椅子上滑落了下來，雙膝重重地砸在堅硬的大理石地面上，發出一聲令人牙酸的悶響。林少，他的嗓音已經徹底撕裂破碎，就像一張被揉成一團的廢紙。我真的不知道，我發誓，我絕對不知道您竟然是……你不知道。凌晨冷冷地打斷了他的狡辯，他的語調出奇的平緩。但正是這種沒有任何情緒起伏的平緩，卻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怒吼更讓人感到脊背發涼。就因為你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所以你才敢如此肆無忌惮地作惡。倘若我一開始就亮出林國富兒子的頭銜，你敢動我的策劃方案一根手指頭嗎？倘若我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撐腰，你敢擅自篡改我的績效考核嗎？
倘若我不是一個在你們眼裡可以任意踐踏、隨意欺凌的卑微閒人，你敢做出這些喪盡天良的事情嗎？孫凱絕望地跪伏在地上，嘴唇劇烈哆嗦着，連一句完整的話都拼湊不出来。求求您，求您发发慈悲，給我最後一次機會，我願意把貪墨的錢全部退還，一分不少的全退。凌晨緩緩站起身來，他居高臨下地俯視着跪在地如爛泥般的孫凱，足足看了5秒鐘。孫凱，你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欺辱我，並不是因為你不知道我的顯赫身世，而是因為在你那扭曲的價值觀裡，一個沒有任何背景倚仗的普通底層人，就活該被你這種人無情地踩在腳下蹂躪。他默然轉向大門的方向，把他壓下去。2名警員迅速上前，一左一右架起孫凱的手臂往外拖拽。孫凱的雙腿早已軟爛如泥，腳尖在光潔的大理石地面上生生拖出了2道極長的劃痕。他絕望的哀求聲從走廊的另一端隱隱傳來，斷斷續續，越來越微弱。林少，我真的知錯了，求求您高抬貴手。沉重的會議室大門被嚴絲合縫地關上，所有的嘈雜聲徹底斷絕。凌晨獨自走到寬大的落地窗前，背對着在座的所有人。窗外是瑞豐科技生機勃勃的產業園區，幾座高聳入雲的寫字樓外牆上，玻璃幕牆正反射着午後溫暖耀眼的陽光。他曾在這裡默默蟄伏了3年，每天擁擠在同一班早高峰的地鐵裡，每天刷着同一張磨損的員工卡，在同一個狹小的工位上苦苦熬夜，加班到深夜。那些被無恥竊取的心血方案，那些被惡意篡改的考核數據，還有那封被當眾狠狠砸在臉上的辭退信，所有的屈辱，所有的隱忍，終於在今天這一刻，一筆一筆地徹底清算完畢，到此為止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緩緩轉過身來。散會。轉眼1周過去，孫凱因涉嫌嚴重的職務侵占罪以及侵犯企業商業秘密罪，已被司法機關正式批准逮捕。那1800萬的巨額贓款，竟是1分錢都沒能追討回來。他將其全部投入了股市，結果虧得血本無歸。吳志遠的頭腦倒是比他清醒幾分，被捕後認罪態度極為誠懇，並且主動退繳了所有違法所得，但該判的刑期依然1天都少不了。李強的引咎辭職信是在出事當天的下午就遞交上去的，沒人出言挽留，人事部門僅僅用了10分鐘就為他辦妥了所有的離職手續。當他獨自抱着那個裝滿個人物品的紙箱走出公司大門時，門口的保安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該走的人都已經徹底滾蛋了，該清算的舊賬也已經徹底結清了。凌晨此刻正安然坐在原本屬於蘇芷清的那間寬敞辦公室裡，現在這裡已經正式易主。這不是他自己厚着臉皮所要的，而是林國富親自給董事會打了一通電話，隨後董事會全體成員全票表決通過的決議。寬大的辦公桌上堆積着幾十份亟待處理的重要文件，正靜靜等待着他的親筆簽名。他手裡握着名貴的鋼筆，隨手翻閱了幾頁，簽妥了2份文件後，又索然無味地放下了筆。窗外依然是那棵在以前的工位上就能望見的老梧桐樹。他在那個狹小局促的工位上苦熬了整整3年，每一天都能凝望這棵樹的變遷，看着它在春日裡吐露新芽，在盛夏時節綠樹成蔭，在秋風中飄落黃葉，又在嚴冬裡變得光禿蕭瑟。而如今，他高高坐在23樓的落地窗前，以一種俯瞰的姿態注視着它。
看待事物的角度已經截然不同了。但那棵樹依舊是記憶中的那棵樹。門口忽然傳來了3聲輕柔的敲門聲，聲音極輕，似乎還夾雜着一絲難以掩飾的遲疑。請進。蘇芷清輕輕推開房門走了進來。她今天穿着一套裁剪得體的純黑色職業套裝，一頭長髮被挽得一絲不苟，右手裡緊緊捏着一個牛皮紙材質的信封。她緩緩走到寬大的辦公桌前，站定身軀，隨後將那個信封輕輕擱置在桌面上。這是我的辭職信。凌晨並沒有伸手去接，只是淡淡地掃了那個信封一眼，隨後將目光停留在他的臉上。你現在是不是特別享受把紙張甩在別人面前的快感？蘇芷清的嘴角難以察覺地微微抽動了一下。他聽懂了這句嘲諷。那天他將解雇通知書狠狠甩在他的臉上，如今這句飽含譏諷的話語終於原封不動地奉還給了他。他並沒有為自己開口辯解。那天發生的荒唐事確實是我嚴重的失職。當我拿到孫凱遞交上來的那份虛假報告時，我既沒有去核實系統的原始底層數據，也沒有與你這個當事人進行任何當面溝通，就草率地做出了開除的決定。他的語調盡力保持着平穩，但吐出的每一個字都仿佛是他強忍着把牙齒咬碎才說出口的。無論你究竟是不是董事長林國富的親生兒子，我那天的做法都極其冷血，且不合規矩。作為管理者，我理應將事情調查個水落石出後再做定奪，沒有去深入調查，這就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稍作停頓，在這封辭職信裡，我已經交代得非常清楚了。我心甘情願放棄所有的離職賠償金，以及公司許諾的期權股份。凌晨慵懶地靠在真皮椅背上，修長的手指在光潔的桌面上漫不經心地敲擊了2下，那個厚實的信封就靜靜地擱置在他的手邊。牛皮紙的質地略顯粗糙，封口處被折疊得極為整齊。他目光深邃地盯着那個信封，足足看了5秒鐘。隨後他伸手将其拿了起来。蘇芷清的雙肩在這一瞬間不由自主地緊繃了起来。他利落地撕開信封的封口，從裡面抽出了那張潔白的打印紙，展開後一目十行地迅速瀏覽了一遍。緊接着他竟然將那封信毫不猶豫地撕碎了，先是從正中間狠狠豎着撕裂開來，接着又橫向用力撕了一把，將4片碎紙屑隨意地疊在一起，當着他的面丟棄在了桌上的筆筒旁邊。蘇芷清徹底愣在了原地。公司內部剛剛才處理完孫凱和吳志遠的腐敗大案，2名核心高管同時跌落馬下，整個公司上下的人都在眼巴巴地觀望局勢。在這種風雨飄搖的關鍵時刻，你若是一走了之，整個公司的日常運轉誰來接手管理？他緩緩站起身，徑直踱步走到明亮的落地窗前。你暫且留下來，先把公司今年的各項業務指標理順清楚了，再談其他。蘇芷清呆呆地站在原地，喉嚨艱難地上下滾動了一下。他微微張開雙唇，似乎迫切想要說些什麼。凌晨敏銳地察覺到了他的欲言又止，還有別的事情。他略顯局促地猶豫了一瞬。關於你父親和我父親私下裡提起的那個荒唐的約定。凌晨蓦地轉過頭，靜靜地注視着他。蘇芷清的視線慌亂地躲閃着，最終落在了地板上某處根本不存在的斑點上。他那優美的下頜線條因為緊張而緊緊繃起，雪白的後頸根處更是不可控制地泛起了一小片惹眼的绯紅。那天傍晚，當你推門走進家門的那一刻，我整個人的大腦瞬間陷入了一片空白。
當時我的腦海裡只回盪着一個絕望的念頭：徹底完了。他的聲音不由自主地低落了下去。這並非是因為我畏懼你是鄰國父的兒子，而是因為我前腳才剛剛把一份充滿羞辱的辭退信狠砸在他的臉上，後腳卻絕望地發現那個被我掃地出門的底層員工，竟然就是長輩們為我安排的那個共度餘生的人，那種令人窒息的尷尬與絕望。你作為一個男人，應該比我體會得更加深刻才對。他深吸了一口氣，將飄忽的視線收了回來。辭職的事情，既然你現在是老闆，自然是由你說了算。但是關於那個對象的荒謬安排，如果你覺得我們兩人之間確實不合適，我會親自去向我父親說明情況，絕對不會讓你感到絲毫為難。說完這番話，他決絕地轉過身，邁步向辦公室的大門走去。蘇芷清，他停下了腳步。公司裡的這攤子業務，你先盡心盡力管好。至於其他的私事，他靜靜地等待着他的下文，以後再說。他呆立了2秒鐘，隨後輕輕點了點頭，拉開沉重的房門走了出去。隨着房門被輕輕關上，凌晨依然靜靜地佇立在落地窗前，久久沒有移動。桌上的手機突然發出了一聲短促的震動，他轉身走回辦公桌前，拿起手機隨意掃了一眼，是他父親發來的微信消息：關於見對象的那件事，你到底考慮得怎麼樣了？你蘇叔叔今天又跑來追問我了，弄得我這張老臉都有些掛不住了。凌晨的大拇指在手機屏幕上方微微懸停了一瞬，他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緊閉的辦公室大門，蘇芷清那清脆的高跟鞋腳步聲依然在空曠的走廊裡回盪，噠噠噠漸行漸遠。他低下頭，在輸入框裡輕快地敲下了3個字：再說吧。消息發送成功後，他隨意地將手機反扣在桌面上，嘴角不自覺地微微向上彎起。那個微笑的弧度極小，僅僅一閃而過，便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他拉開舒適的老板椅，重新坐了下來，伸手拿起了桌面上擺放的第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全新出爐的季度營銷策劃方案，在純白色封面的右下角，有一行用黑色鋼筆手寫的娟秀小字：此方案已附上全部的原始底層數據及詳盡的調研分析報告，請您過目審核。蘇芷清那字跡顯得清瘦挺拔，一筆一畫皆是工工整整，沒有絲毫的馬虎。他緩緩翻開方案的第1頁，開始認真審閱起來。窗外那棵歷經歲月滄桑的老梧桐樹的葉子，恰好被一陣微風輕輕拂過，枝葉微微搖晃了2下，隨後又歸於一片寧靜。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